我的夫君是个太医，一脸窝囊相，却总喜欢干些诛九族的大事。他给皇上戴绿帽子，帮皇后和王爷私通，就连太后寂寞难耐，他也能悄摸摸给人家送上个英俊小侍卫。东窗事发后，我们全家都被赐死了。那时我过门不到2年，我的女儿还未满1岁。重生后，我退了婚，进了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死的那天是腊月，地京下了好大的雪。时值隆冬，岁逢大雪，卧房里的炭火的暖融融的。我正凑在摇篮前，用拨浪鼓逗着牙牙学语的女儿，屋门就被人轰然踹开。一群身着暗红色飞羽服、腰悬绣春刀的锦衣卫鱼贯而出。锦衣卫首领高举圣旨，尖声叫嚣：奉圣上谕旨，太医陈玉芝欺君罔上，有悖陈纲，其罪当诛。今捉拿陈家上下入狱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和年幼的女儿一起被塞进了囚车。我和女儿、公婆还有夫君陈玉芝都被关在了同一间牢房。冬天的牢狱真冷啊，寒风透过狭小的窗户呼啸着灌进来，就像是刀子割在脸上一样。年幼的女儿被冻得手脚冰凉，在我怀中啼哭不止。养尊处优的婆婆一个劲骂骂咧咧，责怪锦衣卫们动手太粗鲁，粗糙的手指刮坏了她上个月新做的丝绸衣服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究竟做了什么事？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连累我们全家人下狱？竟然连未满周岁的小婴儿都难逃法网。气急败坏的公公对着陈玉芝愤怒地追问，而我那被称为老实人的夫君则像只鹌鹑一样蜷缩在墙角，保持着他那副一贯的窝囊忠厚模样，一言不发。玉芝向来老实，他哪能犯什么错呢？定是有人冤枉他了。皇上圣烛明照，等查明真相，定会放我们回去的。婆婆不以为然地驳斥公公，显然对她的儿子很是放心，但是我心中却隐隐约约涌起了强烈的不安感，那是一种无力回天的绝望感。很快，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：这位就是陈夫人吧？您老可真是小觑您的儿子呢。一身暗红色飞羽服的锦衣卫首领走了过来，瞥了一眼叫嚣的婆母，又看了一眼瑟缩在角落的陈玉芝，阴阳怪气地开口：真是人不可貌相，陈家的诸位，想来你们还不知道陈太医做什么事情吧？我和婆婆、公公面面相觑，茫然地摇了摇头。锦衣卫首领轻蔑一笑：咱们这位陈太医啊，可是胆大包天的很，不仅自己和淑妃私通，而且还帮助皇后和吴王私通，甚至给太后送了个英俊小侍卫。如今事情败露，皇后被废，淑妃被黜，太后被幽禁，吴王被流放，你们陈家自然也被圣上下令满门抄斩。皇上慈悲，只处置陈家，并未株连3族，还开恩留你们全尸。待会就会有人给诸位送断头饭和毒酒过来，各位吃完就好好上路吧。锦衣卫首领的话如重锤般一字一句砸在我心上，我只觉得如同晴天霹雳。和后妃私通，帮皇后、太后和野男人私通，这一脸窝囊相的陈玉芝，她怎么敢的？如今害了陈家不说，还要连累我和周岁的女儿也一起去死。公公早已被吓得瘫坐在地，婆婆更是被直接吓晕了过去。我放下孩子，扑过去厮打陈玉芝，泪流满面地追问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陈玉芝却只是捂着脸，继续装鹌鹑，一言不发。多可笑啊！当初爹娘看他一脸老实相，说他是个本分人，适合居家过日子，所以才为我们定下了婚事。如今他却不明则以一鸣惊人，直接就犯了个诛九族的大罪，害得全家人跟随他命丧黄泉。我就这样死了，带着无尽的愤恨和无尽的幽怨。我和我的女儿从未做过半点的错事，却要因为陈玉芝这个贱人的牵连而惨死。我何其不甘！我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，浑身都在冒冷汗。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贴身丫鬟翠儿见我睁眼，赶忙上前，眼中满是担忧。你都昏睡了一整天，可把奴婢给吓坏了。我环顾四周，熟悉的闺房陈设，雕花的床榻，精致的梳妆台，一切都那么真实。我颤抖着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颤抖着声音问翠儿：翠儿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姑娘睡糊涂了不成？翠儿笑盈盈地看向我：姑娘，今儿是8月16，
再过3天就是您和小陈太医订婚的日子了。心脏还在胸腔里剧烈跳动，女儿那尚未满月便夭折的小脸，夫君陈玉芝那贪婪又窝囊的模样，还有皇上盛怒下满门抄斩的圣旨，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，在我脑海中盘旋。上天垂怜，原来我竟重生了，回到了与陈玉芝订婚的前夕。不，这一次我绝不能再被这贱人牵连。还有上辈子他欠我的，欠我女儿的，我就都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或许是上天冥冥之中听见了我的不甘，上一世我饮下毒酒后，并没有直接迎来牛头马面的尸魂，而是化作了透明的阿飘，盘旋在京城上空。我看见了锦衣卫从陈家抄出了巨额钱财，其中从陈玉芝书房里找出的满满一箱子的金豆子。他们说陈玉芝每一次主理吴王和皇后私会，太后和英俊小侍卫私通，都会从后宫这2位女主人手中收到不菲的打赏。还有人说英俊小侍卫直接就是陈玉芝举荐给太后的，而金豆子则是淑妃打赏给陈玉芝的。陈玉芝每一次和淑妃私通完毕，淑妃都会送给她一荷包的金豆子。灵魂飘啊飘，我又飘到了皇宫的上空，看到了被幽禁夺权的太后，看到了被打入冷宫的淑妃和皇后，也看到了绿云罩顶的小皇帝，也听到了更多的秘密。原来皇后竟然和吴王婚前就已经两情相悦，只是后来被家族和当太后的姑妈强逼着嫁给了皇帝，婚后2人依旧藕断丝连。原来太后和淑妃的父亲王太傅竟然是老情人，陈玉芝给太后举荐的那位英俊小侍卫和王太傅年轻时就很像。原来所谓命格贵重，克死了3任夫君的王淑妃其实欲望旺盛，那3任夫君都是被他给榨干病逝的。他和陈玉芝私通，就是看中了陈玉芝驴大的行货。我在皇宫飘了很多年，看到小皇帝铲除奸臣，肃清朝堂，收归大权，一步步将天下治理的和清海晏。只是大约是当初被大绿帽的事情伤害太深，他竟然终生未娶，最后从宗室中过继了一个儿子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里暗暗有了盘算。翠儿，你让阿怀把这封信送给小陈太医。用过早饭后，我将一封信交给翠儿。阿怀是翠儿的表兄，在车马房当差。信中我约了陈玉芝明日在悦来客栈相见。时间一晃而逝，翌日悦来客栈中，陈玉芝如期赴约。福临安好，你昨日托人送信给我，可是有什么事情吗？陈玉芝一见面就彬彬有礼地同我打招呼，言辞客气，一副端方君子的模样。我扫了他一眼，冷冷一笑。陈玉芝，你上我们家主动退婚吧，理由你自己随便找，不管你是说自己阳痿，还是说自己养外室。陈玉芝一脸茫然，啊，福临，你为何如此啊？怎么，你还要我分明说了不成？我打断了他，摘下他腰间悬挂的那个平平无奇却鼓鼓囊囊的青灰色荷包，打开里面全是金豆子，拎起来倒在了地上，冷眼嘲讽。陈玉芝，这些金豆子都是淑妃给你的吧？你也不想私通淑妃换金豆子的事情被别人知道吧？陈玉芝瞬间惊慌失色，不过比起清白，显然这人更爱财，当即也不和我争辩，而是立刻蹲下身，撅着屁股去捡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金豆子。我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继续扎他心窝子。你这些年私通积攒的钱财不少吧？明日你上门退婚后，我觉得你可以补偿我2万两银子，你觉得呢？陈玉芝脸色煞白，但自我的威逼下，终究还是无奈妥协。次日，陈玉芝和父母一起上门，以陈玉芝阳痿有疾的理由跟我退婚，同时主动补偿了我2万两银子。这陈家也真是的，自己儿子有疾，当初还敢应下婚事，真是畜生。阿娘愤愤不平地咒骂，把2万两银票塞到我手里。福临，这既然是陈家补偿给你的，就归你拿着。你放心，阿娘必定再给你找一门比陈家好100倍1000倍的婚事。可阿娘，我不想嫁人了，我想进宫。我收好银票，看向一旁的阿娘和长兄，缓缓开口：阿爹、阿娘、兄长，我想进宫，我想学有所用，有所作为。我们李家和陈家同为医生世家，阿兄和陈玉芝也同样在太医院任职，阿娘更是在内务府当了30多年的稳婆。我自幼耳濡目染，也曾学得一手的好医术。
只是我并不愿意当医女受人差遣，所以家里才给我定下了和陈玉芝的婚事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有些诧异。福玲，你不是不想当医女吗？不是医女，我听闻宫中要选拔女官，我想去应召。我摇摇头解释，转过头看向阿娘，撒娇乞求。阿娘，你帮忙去工会夫人那边说说话呗，我想去皇上身边当差。工会夫人是皇帝乳母，与阿娘交情甚笃。挨不住我的痴缠，阿娘最终还是应了下来。得益于工会夫人的关照，我顺利被分到了小皇帝身边伺候，并且成为了最受小皇帝信任的进士医官。小皇帝朱冕年方18，长得剑眉星目，貌美如花，但脑子却不怎么好使。由于朝政大权都在太后和王太傅手中，所以小皇帝只能将旺盛的精力抛洒在后宫之间。我就这样看着他每天喜滋滋地喝着王淑妃送来的各种狗鞭汤、牛鞭汤、羊鞭汤，喝得面红耳赤，然后再喜滋滋地去找淑妃做些少儿不宜的事情，接着再喜滋滋地回来，兴高采烈地和左右宫人炫耀淑妃和他如何恩爱。王淑妃此人，王太傅的独生女，自诩命格贵重，普通男人承受不起，于是先后死了3任夫君。在小皇帝登基后，就被王太傅和太后联手塞进宫里。她成熟妩媚，风情万种，将情窦初开的小皇帝迷得不要不要的。淑妃美其名曰为龙体着想，每次都只让小皇帝在她宫里过前半夜。小皇帝欣慰于淑妃的温柔体贴，可我却知道，每次上半夜小皇帝从淑妃处离开后，他都会借着诊脉的名义叫陈玉芝入内，然后再打赏给他一大把金豆子。可怜的小皇帝被他的少妇淑妃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福玲，我跟你讲，今晚淑妃又赞扬朕体格好，身体棒，说朕是她见过最厉害的男人呢。这天从淑妃处回来，小皇帝又兴致勃勃地和我夸耀，满眼都是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。而且淑妃还说她很喜欢朕的腹肌呢。所以我看着绿帽压顶而不自知的小皇帝，心生同情。朕当然是要继续习武练剑，继续保持好身材，不让淑妃失望啊。小皇帝看了我一眼，理直气壮地回答。我很想告诉他一句，得了吧，你就是把腹肌练出花样来，对于欲求不满。活生生炸死了3任丈夫的淑妃而言，都比不上陈玉芝那驴大的行货。小皇帝还在兴致勃勃地说着他的习武大计，我环顾了一番殿内，四下无人，时机正好。于是我当即跪倒在地，神情严肃，举手发誓：陛下，微臣要告发后宫有人私通，秽乱宫闱，罪不容诛。谁？小皇帝也是个年轻爱八卦的，当即双眼放光地盯着我。是哪个宫的侍卫和小宫女？还是宫女和小太监？都不是。我摇摇头，怜悯的目光对上小皇帝八卦的眼神。陛下，是你的母后、你的皇后，还有你最爱的淑妃都在私通。你的母后和上林苑一个叫李文的英俊小侍卫私通，每月的初3、初6、13、16、23、26这几日，两人都会在上林苑的宁香阁颠鸾倒凤。你的皇后和你的弟弟吴王私通，这些年只要你一靠近皇后，她就啼哭不止，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她惦记着吴王。至于淑妃娘娘，则是和太医陈玉芝私通。淑妃娘娘根本不喜欢什么8块腹肌，人家爱的是驴大的行货，你根本满足不了她。我说的直白而又尖锐，小皇帝脸色大变，当即就要骂我胡说八道，却被我一把捂住嘴。我凑近小皇帝耳畔，低声细语：陛下，微臣所说句句属实。您若不信，咱们现在就去淑妃宫里看看如何？被我捂住嘴的小皇帝死命的点头。待我松开手后，他立刻大口的呼吸着，如同濒死后重回水中的鱼，半是委屈半死生气的瞪着我。李福玲，你捂嘴就捂嘴，你干嘛捂那么用力？朕都要喘不过气来了，你是想弑君吗？听着小皇帝喋喋不休的抱怨，我直接从荷包里掏出一粒临时哑药扔进他口中，然后小皇帝就说不出话来了，只能泪眼盈盈地看着我。皇上你太聒噪，太沉不住气了，咱们这样去捉奸会被发现的。另外您得乔装打扮一下，进去屏风后把这衣服换上。我痛心疾首地说着，
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小太监衣服塞给了他。一炷香的时间后，我和小皇帝都换好了暗色的小太监衣服，悄悄摸摸地溜出了灵华殿。我先带小皇帝去了淑妃所居住的含章宫。王淑妃和陈玉芝的私通都是选在含章宫的西偏殿进行的。一来那里花草繁茂，临近的宫墙外还种植了一大片枝繁叶茂的梅树，隔音效果极好；二来那里宫墙很矮，方便陈玉芝翻墙。我拉着朱冕爬上一株高大的梅树，居高临下，借着灯光正好看到屋内发生的一切。通过灯火照射的剪影，能看到床榻之上，王淑妃正披头散发地靠在软枕上，而陈玉芝正酣畅淋漓地趴在她身上。两人情景交融，忘乎所以，口中淫词浪语不断。王淑妃声音娇媚地问陈玉芝：“哎呦，你这冤家，今天晚上怎么如此卖力？难不成是吃了什么补药？微臣收了娘娘的金子，自然要为娘娘竭尽全力。”陈玉芝声音沙哑，透露着私通媾和的兴奋感和刺激感。淑妃娘娘，微臣这功夫比起皇上如何？你这冤家还吃醋了？就皇帝那生瓜蛋子，哪能同你相比？淑妃娇俏一笑，伸手搂住陈玉芝，两人又是一番不堪入目的缠绵悱恻。亲眼看见淑妃偷情的事实，显然对小皇帝打击很大。从梅树上下来后，小皇帝眼睛都是红的，脚步也踉踉跄跄。我这才发现，这厮已是满脸泪痕，显然是刚刚哭了。也是，少年人不经事，任谁看到前一刻还在夸他龙马精神的爱妃，下一刻就当着别的男人的面贬斥他是生瓜蛋子，自尊心都受不了，更别说是情窦初开的小皇帝了。我有些担心小皇帝承受不住，于是试探着开口：“那皇上、太后和皇后处，我们还要去吗？”小皇帝虽然很悲伤，却还是用力地点点头。我们去了皇后的丹凤宫，看见皇后和吴王正依偎在凉亭中赏月，两人吟风弄月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最后抱在一起啃了起来。我们又去了太后处，被松柏竹槐所包围的凝香阁内，太后正和小侍卫忘乎所以的颠鸾倒凤。年过半百但依旧人老心不老的太后，直接占据上风，其花样之繁杂，令我大开眼界。我扶着脚步虚浮的小皇帝回到了灵华殿。这一晚的小皇帝很受打击，这一晚的小皇帝又气又丧。快天亮的时候，哑药的效用终于过去了。恢复声音的小皇帝直接抓住被子，捂住口鼻，失声痛哭起来。那万念俱灰的神情，那黯然无光的眼神，看得人心酸又心疼。我没阻止小皇帝，只是坐在他身边，一直给他递丝帕擦泪。哭一哭总是好的，别说尚未加冕的小皇帝，就算是沉稳的中年男人，一夜之间面对自己的老娘、老婆、爱妾同时私通偷情，想来也是承受不住的。活了2辈子，这点事情我还是能理解的。在哭透了我的5条丝帕之后，小皇帝终于堪堪止住了哭声。我本以为这厮会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，结果他却抬起一双湿漉漉的狗狗眼，啜泣着看向我。福陵，我真的就比不上陈玉芝吗？我想想上辈子的所见所感，再想想之前给小皇帝检查身体时看到的，有一说一，小皇帝的本钱，也许、大概、可能、好像真的没有陈玉芝的雄厚。我艰难地叹一口气，点点头，实话实说：“皇上，您的好像真的比不上陈太医。”哇！此话一出，小皇帝再次崩溃大哭起来。我赶忙递上丝帕，手忙脚乱地安慰他：“那个，皇上，您放心，您才18，您还年轻，您还在生长发育阶段，您还会再长的。”你说真的？小皇帝擦干眼泪，紧张兮兮地盯着我，仿佛我只要回答一个否定，他就能再次哭给我看。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比珍珠还真。微臣以医官的品格起誓。我重重点头。行吧，朕信你了。你给朕倒杯茶过来，朕嗓子都哑了。小皇帝停止了哭泣，指着桌上的茶壶，理直气壮地吩咐我。然而，就在我转身准备去倒茶的一瞬间，小皇帝忽然从背后扑上来，单手勒住我的脖子，将我拖拽到后方的床榻之上。接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就抵在我的脖颈上。
我的手脚也被他死死压住，不能动弹。此刻的小皇帝哪里还有方才哭哭啼啼的少年模样呢？虽然眼睛还是红的，但神情却是无比严肃。他目光阴鸷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冷冷开口：李医官，你既然能说朕的比不上陈太医的，那想来你是见过陈太医的了。据我所知，李医官你如今不过年方17，还是云英未嫁吧？所以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道的？后宫有人私通这等宫闱秘事，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么详细的？李医官最好思考好了，再回答朕的话。匕首无情，若是你说了谎，朕只怕要一不小心割破你的喉管了。我瞬间心情一激，遍体生寒，看着眼前如幼虎般杀气腾腾的朱冕，我终于反应过来，我被他骗了。不，应该是从一开始，所有人都被他骗了。这人根本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少年义气，人畜无害。我暗自懊悔，想起他上辈子凭借一己之力忧太后、废皇后、除权臣、逐王爷，这样有为的少年天子，怎么可能性格软弱可亲？怎么可能只知道沉溺美色？我有些明白先帝为什么放着他和杨太后亲生的、真正嫡出的吴王不选，偏偏选了个宫婢所生的朱冕继承皇位了。人人都说先帝有识人之能，只怕他早已看出了朱冕并非池中之物。朱冕是如此的心思缜密，善于伪装。他或许早看出了我的目的不纯，但一直和我虚以威仪，水磨功夫的让我放下戒备。直到此时此刻，一句话炸得我露出马脚。甚至后妃私通的事情，他很有可能在我告发之前就早已知晓了。为了保命，我当即到豆子般将自己重生的事情供述得一干二净，从上辈子我被处死，到我死后化为阿飘的所见所闻，再到我重生归来，如何利用私通之事敲诈勒索陈玉芝2万两银子，并逼得他退婚，以及我入宫的目的等等，全都说得明明白白。这么说来，上一世我这皇帝做得还不错喽。听我说完，朱冕眉飞色舞，有些得意。那皇上，你现在可以把匕首移开了吧？我看着眼前寒光凛凛的匕首，小心翼翼地开口。朱冕拿来了匕首，盯着我看了片刻，忽然笑了起来，眼眸如星，神采飞扬，就像一只傲娇的白鹤。然后在我出神之际，他伸出手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颊，似是惩罚又是安抚。哈哈哈，有趣。有些人明明是只小白兔，却偏要装出狡诈的狐狸，当真是有趣极了。李福陵，朕若上辈子遇见你，必定不会后继无人。他又凑近我耳畔，低声轻语，然后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离开了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愣在原地，胸腔里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朱冕又恢复了那副嬉皮笑脸的少年模样，仿佛那夜阴鸷冷漠的少年只是昙花一现，从未出现过。我越发小心地伺候着他，再不敢像从前那样和他谈笑风生。这天，我照例给他请完平安脉，正要恭恭敬敬地退下，却忽然被他叫住。怎么，这些天这样安静？你就这样怕我？他故作生气地瞪我一眼，眼中是恨铁不成钢的无奈。亏得我还推心置腹地和你说些心里话，没想到竟是个不开窍的榆木脑袋。皇上想要问什么，明说就是，左右微臣的命都快交代到您手中了。我没好气地说，两世为人，虽说那一晚被吓到了，但是后续想想朱冕说的那些话，我哪里不懂他的意思。只是上一世的经历早已教会我，有些事情谁先摊牌谁就会失去主动权。比起被人安于后宅做个贤妻良母，学有所长有所作为才是我追求的。这样离经叛道的权利，只有身为天子的朱冕才能给我，而我必须让他主动地成全我。朱冕也不恼，只看向我询问，事情既然是你带着朕发现的，你倒说说该如何处置，咱们该先对谁动手？我思索片刻，缓缓答道，皇上说笑了，自然是擒贼先擒王。他一手支撑着下巴，饶有趣味地盯着我。你是说太后？皇上英明。我点点头，接着他的话补充，皇后也好，淑妃也罢，甚至包括前朝的王太傅，他们说穿了都是臣，都越不过您这个君主去。只有太后是您的母后，
对您有教养之恩，是能明晃晃压您一头的，咱们自然是要先搬开这座大山。朕与福陵果然心意相通。朱冕眉开眼笑，连连拍手称妙。转眼就到了4月，宫中海棠花开得正盛，团团簇簇，极尽绚烂。朱冕又在宫中布置了诸多彩灯，然后心血来潮的给文武百官都下了帖子，邀请他们4月13这一日晚进宫赏灯赏花。当晚，朱冕又以君臣同类为由，给看守上林苑的侍卫都赐了海棠花糕，而送到英俊小侍卫手中的那一份，则加了由我按照朱冕吩咐秘密配制的春药。赏花宴进行到一半，有个小太监过来和太后耳语了几句，太后眼中闪过一丝急切，然后就以身体不适离席。太后离席半个时辰后，朱冕又对众人说，上林苑宁香阁附近的海棠花开得最好，邀请大家一起去观赏。众人刚到宁香阁附近，就听见屋内传来旖旎暧昧之声。太后安排的守门小宫女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朱冕身边的小太监捂住嘴拖了下去。等撞开门，众人看到的就是一副炸裂场景。一丝不挂的杨太后正和小侍卫面对面而坐，披头散发，背对众人，口中淫词浪语，叫嚣不断。而那小侍卫也正面红耳赤，卖力忙碌。太后描金绘凤的肚兜还蒙在小侍卫的脸上，极尽暧昧。母后，你在干什么？朱冕一声怒喝，打断了两人。太后赶忙扯过衣服，慌乱裹住身子，惊恐地看着朱冕，嘴唇颤抖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而小侍卫则吓得浑身发抖，瘫倒在地上。满朝文武们都惊呆了，现场一片寂静，落针可闻。有的大臣低着头，不敢直视这一幕，有的则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朱冕看向太后，痛心疾首。母后，你身为后宫之主，母仪天下，竟做出这等丑事，你让儿子如何面对天下臣民？太后面色惶恐，支支吾吾。皇上，哀家只是一时糊涂，这些事情母后还是留着和地下的父皇还有列祖列宗说去吧。将这乱臣贼子下狱，今夜过后，母后就好好在慈宁宫反省吧。朱冕冷冷地扔下2句话，转身离去。没有人敢站出来反驳朱冕的决定。这一夜的丑事最终以太后被幽禁结束。扳倒了垂帘听政的杨太后，朱冕的目光开始投向前朝大权独揽的王太傅。在王太傅又一次上奏折，要求朱冕任命他的某个得意门生为江淮总督的时候，朱冕把奏折的给了我。福陵，你看看这奏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天下是他王家的呢。皇上说笑了，王家已是秋后蚂蚱了。我慢悠悠地研磨这墨条，缓缓开口。朱冕看了我一眼，温和地笑了。果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那福陵，你倒是说说，这一回咱们是该从前朝动手，还是该从后宫动手呢？王家自诩家风清正，王太傅又是博学鸿儒满天下，若是太傅独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捉奸在床，那么一个欺君罔上、教女无方的罪名跑不了吧？王太傅他老人家最看重名声，想来届时也无颜再面对满朝同僚和芸芸学子吧。我思考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王淑妃出事，作为父亲的王太傅自然逃不了。丑事败露后，王太傅自然只有告老还乡一条路可走。而且后宫是我们的势力范畴，所以对付王淑妃要比在前朝贸然和王太傅对上容易得多。当然，更关键的是，王淑妃一败露，陈玉芝这个贱人自然也难逃一劫。作为他最大靠山的太后已经倒了，接下来就是王淑妃了。自打重生归来，我就没有一日不恨陈玉芝的，如今也终于到报仇雪恨的时候了。很快，中秋宫宴来临，宫中张灯结彩，一片热闹景象。朱冕以杨皇后的名义，邀请了各官员的妻子、宗室的女眷入宫赴宴。宴席之间，朱冕当着众人毫不掩饰对王淑妃的喜爱，直接将皇后太后才能饮用的秋露白美酒赏赐给了她一壶，而皇后桌上则没有此酒。一众命妇闻弦歌而知雅意，纷纷主动向王淑妃敬酒，恭维夸奖的话一句接着一句。王淑妃被众人吹捧得飘飘欲仙，脸上的笑容就没退下去。于是很快，王淑妃就喝醉了，娇媚地向朱冕申请提前离席。朱冕欣然同意，
还非常体贴叮嘱宫女照顾好王淑妃。那秋露白梅酒里早就被加了秘药，浓烈的酒香掩盖了春药的甜腻气息，人喝醉后会觉得欲火焚身，寂寞难耐。而王淑妃宫殿附近的侍卫也早已被朱冕提前支开，为的就是让王淑妃和陈玉芝能成人之美。再然后就是朱冕带着皇后、宫人以及一众命妇去看望王淑妃的时候，看到了王淑妃和陈玉芝颠鸾倒凤、忘乎所以的场景。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，枉费朕对你一片痴情，你竟敢做出如此丑事！朱冕暴跳如雷，当即上前一巴掌打在王淑妃脸上，咬牙切齿地宣布：即日起废去王氏的淑妃之位，打入冷宫，非死不得出。接着又指着赤身裸体的陈玉芝破口大骂，还有这等乱臣贼子，竟敢秽乱宫闱，也一并投入诏狱，择日处死。没有人敢反驳怒火中烧的天子。当然，若不是我注意到朱冕这厮在扫到陈玉芝那驴大的行货时，眼中闪过明显的嫉妒，我也会觉得他这是被戴绿帽子的愤怒。回到凌华殿后，叫嚷发泄了一番的朱冕连连喊着嗓子快冒烟了，直到我如他所愿端上了一壶专为他烹制的莲叶薏米茶，这厮狠狠地喝了几大杯，才停止了嚷嚷。我适时开口：皇上，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处死陈玉芝。朱冕当即瞪大了双眼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我：怎么，福临，难不成你还舍不得见人不成？接着又扫视了我一眼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急红了眼，咬牙切齿：还是你和淑妃一样，也惦念着他那玩意。皇上，我是觉得这样处死他太便宜他了。我快速打断了他的话，解释道：皇上，陈玉芝那贱人虽然人品有瑕疵，但医术还是不错的。他最在乎的是钱财，最引以为傲的是他胯下之物。既如此，咱们不妨先抄了陈家钱财，再将陈玉芝阉割了，阖家流放北疆。左右北疆的士兵们常年缺军医，如此也算是废物利用不是？妙极！福临你出的这主意，果然瘆得我心。朱冕当即眉开眼笑，喜得连连拍手。我的心中一片平静，死亡是最轻松的解脱。对于陈玉芝这样的贱人，生不如死才是最好的折磨。上一世他因那孽根连累我和女儿惨死，这一世我就废了他那孽根。他不是不在乎妻子儿女吗？那他以后也再不必拥有妻子儿女了。流落北疆，背井离乡，在日复一日的清贫和忙碌中，被人榨干最后一点价值，然后在凄风苦雨里孤独死去，那才是他最好的结局。陈玉芝被阉的时候叫得很厉害，姐姐你不知道，那陈太医的叫的可大声了呢，鬼哭狼嚎的，2-3丈外都能听得见。进身房来报信的小太监八卦眉飞色舞的比划着跟我讲，又环顾了一番四周，见没人来，才低声嘀咕：不过姐姐，陈太医那玩意可是真的大，难怪淑妃娘娘当日看上他呢。确定都删干净了吧？我看向小德子，再三确认。按照姐姐的吩咐，这回找的是最利落的小刀匠，姐姐放心，我全程亲自盯着的，确定割的是一干二净，绝对没有残留之可能。小德子神情严肃地点点头：好，这是你办得不错。我笑了笑，从荷包中取出一个金花生，递给小德子：拿去买糖吃吧。小德子拿着金花生，兴高采烈地离开了。我转身返回崇德殿，继续烹饪药茶。等茶煮好，去上早朝的朱冕也回来了。他愁眉紧锁，显然这一趟早朝上的并不开心。陛下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我走上去，贴心地为他奉上一杯热茶。王太傅那老匹夫，欺人太甚。朱冕接过茶水一饮而尽，咬牙切齿地咒骂：朕本来让御史参奏王太傅教女无方，想逼得他告老还乡，可福临你不知道，那王氏老匹夫多厚颜无耻。朕还没开口，他竟然说什么已经把王淑妃除族了，他的党羽竟然还奏对，说什么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家从夫。感情到头来，王淑妃偷情倒成了朕的错，是朕让他偷人了，是朕让他给整戴绿帽子了。朱冕还在气愤地骂骂咧咧，我却是没忍住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果然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对于王太傅这样经营庙堂数十年的高手，
是不能以常理夺之的。朱冕转过头，望着笑得乐不可支的我，眼神郁闷又委屈。福临，你在笑朕？嗨嗨，皇上，微臣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笑的。我清清嗓子，强止住笑意，对上朱冕谴责的眼神，有些心虚。除非是忍不住。如今王家一副与王淑妃划清界限的模样，那福临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朱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征求我的意见。皇上，既然我们无法和王太傅相抗，那么何不驱狼吞虎呢？我脑海里迅速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就是与英俊小侍卫偷情的杨太后。这么多年来，太后与王太傅，一个垂帘听政，把持后宫，一个叱咤朝堂，总领内阁。王太傅能容忍太后一个妇人压制自己多年，足以证明太后手中是有某种能钳制王太傅的把柄的。而且太后和王太傅两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有过一段情，再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彼此的人了。听完我的话，朱冕也表示赞同，但是在如何利用太后，让她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所用这件事上，朱冕却是犯了难。朕如今以偷情之事将太后幽禁慈宁宫，太后怨恨朕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帮助朕呢？朱冕面有难色。皇上您这是当局者迷了，正所谓人之所畏，必有弱点。太后不愿意帮我们，那我们就让她不得不帮我们。皇上看看这两人如何？我眼中闪过一丝凛冽，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了2个名字。朱冕看着桌上的自己，眼神发亮，须臾后激动地连连拍手。福临果然聪慧。10月23日的这一天日暮，吴王收到了从皇后宫里传来的密信，信是皇后身边的一个小宫女送来的。皇后在信中说，自从上一次与她春风一度后，已经2月月信未来。前日请了心腹太医诊脉，却被诊出了身孕，邀请吴王进宫迅速商议此事。吴王脸色大变，当晚就拿了太后从前赐予他的令牌，匆匆入宫。他抵达丹凤宫的时候，一袭白衣的皇后正在院中赏月，蛾眉微蹙，楚楚可怜。向来怜香惜玉的吴王哪里看得了这等伤心情景呢？当即大步向前，将皇后拥入怀中。再然后，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捕捉得严严实实。然后就是朱冕，我带着一众宗室年长的女眷推门而入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捉奸大戏。半个月前，丹凤宫下雨漏水，随后朱冕以修缮为名，将皇后暂时迁居别院，但其实却暗中在丹凤宫布置了机关。而那小宫女也是我和朱冕早就安插在皇后身边的人，虽其貌不扬，却有一手能模仿别人字迹的本事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吴王的手还搭在皇后的腰上，两人的奸情是万万抵赖不得的。一众宗室命妇看向朱冕的目光都五味杂陈，那是一种八卦而又同情的眼神。毕竟小妾私通太医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，又来了一个皇后私通王爷的事情。两顶绿帽绿得发亮的朱冕，真的很难不让人同情。朱冕面色阴沉地盯着二人。好啊，好啊，真是朕的妻子，朕的好弟弟。你们苟且至今，朕竟然今日才知晓，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有什么好说？皇后吓得花容失色，当即扑通一声跪下，泪流满面的哀求。陛下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求求您饶吴王一命吧。你起来，你不要求他。吴王将皇后扶起，一脸的愤怒和不甘地指着朱冕，恶狠狠地痛骂。朱冕，你不过是宫婢之子，当初抢走了我的太子之位，后来又抢走了我最爱的表妹。成王败寇，今日你要杀要剐，本王都悉听尊便。朱冕冷笑，吴王，你说是朕抢夺你的太子之位，还有你心爱的女人，难道不是吗？吴王眼睛瞪得浑圆，振振有词。明明我才是太后和先皇的嫡子，明明我才是和表妹两情相悦的人，结果这一切却被你毁了，难道我不该恨你吗？朕无论是当太子还是登基，都是先皇的旨意。这杨皇后更是被杨家和太后逼着朕娶的。朱冕向前走了几步，指着吴王的鼻子厉声训斥。吴王，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皇位，想和你的表妹在一起，那么就应该自己去争取，而不是采用这些偷偷摸摸的手段。你如此行径，
简直丢尽了皇室的脸面。吴王被朱冕训斥得哑口无言，他低着头，脸上露出一丝羞愧，但很快他又抬起头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倔强。吴王和皇后都被压了下去。在朱冕和我有意放纵之下，皇后和吴王私通之事很快顺着悠悠之口传遍了地京，百姓们无不对屡屡被戴绿帽子的小皇帝表以深深的同情。那些一心想送自己女儿入宫攀龙附凤的官宦勋爵们也纷纷上书，要求朱冕废皇后和吴王为庶人，严审此事。是夜，我和朱冕带着这些奏章去见了太后。太后翻看着那些一水要求严惩的奏章，在听着朱冕绘声绘色的讲述，脸色阴沉的凝得出水，冷声质问朱冕：所以，皇帝，你这是要处死你弟弟吗？母后，这也是朝臣的意思。朱冕神色平静。吴王和皇后做出此等有悖伦常的丑事，害得朕沦为天下笑柄。朕若是不从严处理，置君王尊严于何地？置皇家体面于何地？皇帝，你也不必跟哀家玩心眼。太后冷笑，扫了一眼朱冕：你若是真想处死他们，今夜也没必要来找哀家了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才肯饶过他们？太后不愧是在宫中经营多年的阴谋家，几乎是一语就道穿了朱冕的来意。母后，我需要一些证据，一些能扳倒王太傅的证据。朱冕见状，也不再过多地绕弯子。作为交换，我愿意成全皇后和吴王。哀家这里的确有王太傅收受贿赂、卖官鬻爵，甚至是王家往塞外私贩粮食铁器的证据。说罢，太后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，递给朱冕：这里面就是证据，你拿去吧。有了这些，足够你问罪王家了。朱冕接过盒子，翻看了一番，随即拱拱手朝太后道谢：母后，多谢您成全，但儿臣还有一件事。你是想问你生母李美人的事情吧？太后瞥了一眼欲言又止的朱冕，缓缓开口：皇帝，当初哀家入宫15年都没有生育，为了稳固地位，哀家只好抱养了李美人的儿子。谁知道养了你之后，年底哀家就怀孕生下了吴王，哀家心里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。朱冕的脸色有些复杂，李美人真是难产而死吗？太后叹了口气：皇帝，此事哀家对天发誓，你生母李美人确实是难产而死，哀家从未做过杀人夺子的事情。朱冕沉默一会儿，再又开口：母后，不管怎样，您养育朕多年，这份恩情朕不会忘。朕会以为国祈福的名义送您到竹叶寺容养，那个小侍卫也会送去，让您能有个伴。数日后，宫中传出太后病重，自请到竹叶寺为国祈福的消息。之后，吴王就藩西北，终生不得归。吴王走后的半个月，皇后暴毙，一时间后宫上下皆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。而实则，皇后早已在我的巧妙安排下，悄然离开了皇宫，踏上了与吴王团聚的路途。次年春天，有官员参奏王太傅党羽侵占土地、卖官鬻爵、私贩盐铁等多宗罪名，朱冕下令大理寺彻查。2月中旬，案件落定，王太傅被赐死，王家被流放西北，其余一众党羽也悉数被问罪，朝堂就此肃清。朱冕改年号靖元，正式亲政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匆匆5年一晃而过。在这5年里，朱冕励精图治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成了人人称赞的圣明天子。而我始终如影随形地陪在朱冕身边，从最初的默默辅佐，到后来被提拔为正四品女官，执掌内宫一应事宜。此时的朱冕已25岁，而我也22岁了，彼此都未婚嫁。又到了3年一次的选秀时节，早朝回来，朱冕就兴致勃勃地和我说起大臣们向他举荐的那些名媛千金。福陵，你不知道，今日那朝堂之上的滚滚诸公，可真是比媒婆还能说会道呢。什么张家小姐温婉贤淑，李家千金知书达理。怎么，皇上是觉得都喜欢吗？我慢悠悠地开口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。不过，皇上您是天子，何该有3宫6院，妃嫔硬强，您若是喜欢，都纳入后宫也是可以。不，福陵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朱冕脸色一红，赶忙摆手辩解，但对上我笑盈盈的目光，
却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朱冕逃避不了被逼婚，我也一样。晚上下职回家，刚一进门，我就迎来了阿娘的絮叨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：福林啊，阿娘知你心气高，可你这些年官职也有了，权力也够了，总不能再年华空耗不是？阿娘又给你打听了好几家的郎君，个个都优秀得很。就说那杨尚书家高中探花的小儿子，一表人才，文采出众，你要是嫁过去，那日子肯定差不了。还有武平侯的嫡次子，虽说是投身行伍，但也是温文尔雅的好性子，人也是气宇轩昂的，如今不过20岁，已做到6品校尉了。听着阿娘的唠叨，我心里却想着朱冕，只是敷衍地点点头。这几年的朝夕相伴，我不是对朱冕没意思，我也不是不知道朱冕对我有意思，但是他不曾开口，我也就不好贸然主动。既如此，倒不如借着阿娘催婚的事情刺激他一二。次日，我故意在朱冕面前兴致勃勃提起家里要给我议亲的事情。陛下，昨日归家，我阿娘给我推荐了一位青年才俊，正是杨尚书家那高中探花的小儿子。听说他才高8斗，长得也十分俊俏，微臣倒觉得颇有好感。若是顺利的话，按照阿娘的安排，下个月就能和杨家议亲了。或许不到秋天，皇上就能吃到微臣的喜宴了。此话一出，朱冕原本温和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慌张。啊，福陵，你要议亲了？是啊，毕竟臣的年纪也不小了。我慢条斯理地开口。他轻咳一声，随即醋意十足地挑刺。福陵啊，我听说那杨探花虽然长得不错，可却是个不解风情的书呆子。而且杨家家风严谨，你要是嫁过去，就不能再担任女官了，只能退居后宅，整日围着夫君孩子转，你甘心吗？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。有什么不甘心的呢？毕竟相夫教子也是女子本分。朱冕的神色更慌张了，继续辩驳。杨家亲戚众多，婆婆妈妈一大堆，你嫁过去要应付各种妯娌小姑，到时候有你受的。可嫁谁不是这样呢？我垂下头，声音有些沮丧。朱冕见我这般模样，眼神变得急切起来，迫不及待地推销自己。嫁我不会啊，福陵，你若是嫁与我为皇后，我定不会让你受这些委屈。你依旧可以参政议政，为朕出谋划策，也能继续行医救人，造福百姓。而且朕答应你，从此不纳妃妾，只与你相伴一生。我仰起头，脸上却装作十分惊喜的样子，欣然答应道：好啊，那我便依了陛下。朱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我拿捏了，无奈地笑着，轻轻点了点我的鼻子，嗔怪：好啊，福陵，你狡诈得很，故意引朕上钩。我调皮地眨眨眼睛，说道：君无戏言，这些话可都是皇上亲口说的，可不能反悔啊。他轻轻握住我的手，眼中满是爱意。朕自然不会反悔。我们相视一笑。番外，时光悠悠，如潺潺流水，转眼间，我与朱冕成婚已过3载。婚后的生活甜蜜而美满，我们迎来了一儿一女。儿子成辉刚满周岁，虎头虎脑，粉嫩的脸蛋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，整日牙牙学语，萌态十足。女儿宁玉聪慧伶俐，小小年纪就迷上书法，总缠着我给她搜罗各种字帖。朱冕下朝归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教女儿写字，而成辉则在一旁的摇篮里挥舞着小手，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。朱冕轻轻走到我身边，俯身亲了亲我的额头，又摸了摸宁玉的头。今日教得如何？我们的小宁玉可有进步？宁玉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骄傲地说：爹爹，我今天写了好几个字呢，娘亲还夸我写得好。朱冕笑着点点头，毫不吝啬对女儿的夸奖。我们宁玉就是聪明，日后必定是名满地京的才女。我们坐下来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朱冕和我说起远在竹叶寺的太后。太后在护国寺可真是人老心不老啊。咱那个小侍卫因为年老色衰失宠后，他居然又找了个年轻英俊的猎户。这不，今日早朝还有御史参奏太后作风问题，你说这事儿该如何处理？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调侃道：不吃不聋，不做家翁。既然长辈能对小辈如此容忍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太后呢？左右嫦娥爱少年，
太后和猎户都是你请我真的，我们又何必管太多？朱冕听了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重赏了御史，但也只是让人去告诉太后低调点，别弄得尽人皆知。接着，朱冕又兴致勃勃地说远在西北的弟弟和前妻，还有呢，吴王和他表妹在封地过得很是恩爱，如今已经生了2个女儿。吴王前些日子还送了一大堆珠宝过来，说是贺喜成婚周岁之喜。我感慨，如此说来，他们俩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我们正说着，一阵微风吹过，院内的蔷薇花轻轻摇曳，阵阵花香飘进屋内。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心中满是幸福和满足。程辉从摇篮里坐了起来，伸出小手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：“爹爹，娘亲，抱。”朱冕起身将程辉抱了起来，轻轻哄着他。我看着逗弄孩子的朱冕，再看看伏案描红的女儿，心中是久违的满足。陛下，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有这样的生活，如今有你，有孩子，我此生足矣。我也一样。朱冕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福陵，我也曾以为我会是一辈子的孤家寡人，直到遇见了你。有你相伴，我亦此生无憾，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。”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夏日的阳光明媚而灼热，聒噪的蝉鸣一阵接着一阵。可我却并不觉得浮躁，心中只有平静如水的满足和充实。是啊，未来的好日子还很长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，会一直的幸福下去，直到走到岁月尽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